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签订的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本质上是给现在挣扎于战争泥潭的特朗普的硬嘴盖上了一个彻底失败的大戳，也是给只剩下惯性和装鹰强撑的美元体系填上了第一抔土。这次三方在麦加签署的协议，华盛顿是完全没有机会参与的，直到他们对外宣布之后这边才知情。这比特朗普宣布多少次中东战事胜利都更具有说服力。当美国在经济上可以随时制裁，在军事上可以随时威慑的时代，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北约的盟友，一个是美国石油美元的伙伴基石，一个是中美之间长期的缓冲桥梁。三国曾经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知会美方单独结盟的，更不可能经由土耳其外长之口明目张胆地宣称该条款技术上等于北约第5条，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全体三国的攻击。这简直就是戳大统领的肺管子去的呀！大统领从开战就不断地敦促北约盟友下场，现在美军基地都被扬得不剩啥了，欧洲的盟友完全没有要共同防御的意思。所谓当着瘸子不说短话，你们仨简直是把大写加粗的短字给美国糊脑门子上了。同时呢，还有一个悖论，就是土耳其可是北约第2大军事强国，现在北约2当家要加入麦盟，问如果北约对上麦盟，土耳其你站哪边呢？他如果铁了心的要站北约，就不会有麦加盟约的事儿了呀。2当家加入新集团，说白了就是对北约贴脸开大。就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加上一个汪汪叫的吕特，能奈我土耳其何？大家经常会调侃一句国中土耳其来解释土耳其的反复横跳。如果单纯是以这种政治轻率的搞笑来理解，那就真的错过了这次中东地缘政治半个世纪以来最关键的一次拐点了。这份协议从来不是某个国家的投机操作，而是中东乃至中亚地区战略自主浪潮的标志性节点。美国作为离岸旗手的这个大棋局正在崩解，美元开始进入回光返照的倒计时，这也是协议放出之后美联储突然放风要加息2次的关键原因。要理解这份协议的分量，得看清楚这3个国家凑在一起到底拿出了怎样的底牌。这不是3个小国抱团取暖的过家家，而是实打实的硬实力3重叠加，常规军力、核威慑、经济财力3样中东安全游戏里最核心的筹码，刚好被这3家各占一头，拼出了一套足以覆盖中东全域的安全闭环。那先说土耳其这个常年被调侃的国中哈士奇，手里握着北约内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军事力量。土耳其现役军事人员接近50万，远超欧洲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陆军规模更是稳居欧洲第一。25年土耳其的国防预算接近470亿美元，军费占 GDP 的比值达到了 2.33%， 连续多年超过 2% 这个基准线。土耳其不仅有规模庞大的机械化陆军，还有正在快速迭代的本国国防工业。如果大家关注近几年的军事产业新闻，就会发现土耳其现在的军工进展十分神速。从大名鼎鼎的 TB 系列无人机到自研的第5代战机，再到国产护卫舰和2栖攻击舰，土耳其的军工自给率已经走到了中东国家的前列。更关键的是，它的前身就是那个横跨3洲的枢纽帝国奥斯曼军事外交更是当年奥斯曼帝国贯彻了300年的博弈策略，核心就是联弱者对抗强者。现在土耳其依然具有着横跨欧亚的地理位置，控制着黑海海峡，扼守着地中海东岸，地缘枢纽的位置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只是一个搞笑的配角。现在真正搞笑的反而是上个月才去土耳其参加了北约峰会的特朗普，当时跟埃尔多安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又是说他一句话就制止了土耳其帮助伊朗又是表示要投桃报李做些让埃尔多安高兴的事情。结果埃尔多安转头就跟沙特搞起了越位外交，这个就有点像卯日星官跟太上老君的青牛结了盟，以后说你小弟归我罩着了，你让当主人的怎么想。1个月前，埃尔多安才用餐车把大统领从空军1号上打包送到战机里护送回国，转头就完全屏蔽美方，提供了沙特的地区安全保护。这脸打的隔着太平洋我都听见了。那另一个签约方沙特就更有意思了，去年还有人争论说这个美沙之间的石油美元协议到期了，到底有没有续签呢？美伊战争的伊始就有高喊美国控制了全球的石油，美元 2.0 指日可待。现在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跟沙特签了一个安全保障条款，石油美元的协议它还存在吗？它还成立吗？要知道石油美元的基础是沙特承诺只用美元结算石油，而美国提供沙特安全保障，但这个效率是弱于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的。好，现在沙特有了自己的共同防御条款，
从青牛啊要变成花果山结义的平天大圣了。美国的安全承诺是从事实性的破产啊，现在到了被公开处刑的阶段了，哪还有什么石油美元了，只剩下一点交易的惯性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卖家协议一出，联储就赶紧装鹰啊，说我要加2次息。本来是家里有矿，凭借物上担保获得的信用，现在这个信用就只存在于大旗党的嘴里了。全球央行现在都不认了，都在加紧的储存黄金。卖家协议落地的当天，8月6号 COMEX 单日就被人提走了7吨黄金，这可不是账目游戏，是实打实的把金条从美国的金库里面搬走。主力就是梅隆银行和汇丰，尤其是汇丰提走的400盎司的大砖，这背后的买家十有八九都是各国央行，因为只有央行才会如此的大手笔的卡在一些节骨眼上，不计成本的搬走金子。现在上海金比纽约和伦敦金都贵，真正反映的信号就是美元信用的摇摇欲坠，全球连带着对于西方的整个信用都打了一个问号，实物黄金在快速的向东流动，这个就是美国战略失败被盖章之后对于经济的现实冲击。那说回到卖家协议，沙特在其中扮演的还是那个财力支持加资源背书的角色。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2025年的石油收入差不多是200多亿美元。虽然近些年油价波动，但依然是中东财政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沙特在伊斯兰世界里拥有着一定的宗教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卖家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地这个身份就让卖家命名的这个协议天然带有了伊斯兰世界集体安全的象征意义。这也是伊朗对这个协议并不排斥的根源之一。那伊朗的议会安全主席阿齐兹的态度是这样说的，他说地区国家的专属协议是值得效仿的，而外长阿拉格齐的态度呢是说，当穆斯林团结一致，只靠自己以真正的兄弟情谊才能够应对外部的挑战。这可就有意思了卖家联盟明确的表示不针对伊朗，伊朗也表示对此喜闻乐见。那这个卖家协议到底是防着谁呢谁被抵制了、孤立了、排斥出了这个圈子呢？你猜呀？不得不说小萨勒曼确实是硬。23年在北京直接绕开美国达成了沙伊和解，这是沙特几十年来第一次绕开美国，由本国的利益驱动来解决自身的外交事务。从那之后，沙特的自主化步伐就越走越快。能源政策上，他不再对美国言听计从，欧佩克家的减产计划多次都是顶着美国的压力推进的，把石油的定价权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外交上，他也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拒绝在俄乌冲突里面站队西方，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能源合作。安全上也不再将所有的鸡蛋都寄托在美国的这个保护篮子里，先是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双边的防务协议，现在又拉上土耳其搞3方共同防务，一步步搭建自己下一轮的安全体系。所以大统领今年3月底在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年会上面那出放飞自我，说王子还要 kiss my ass 呢多少是带着点不满的。然而小萨没有正面回应过一句，回头就卸掉了美元一条腿笑脸迎人，辣手摧花了属于是。而卖盟里面的第3位巴基斯坦大家就会更熟悉一些。507空战之后，一举从还不起债的落难高手跻身为目前中东冲突各个海湾国家的护院了。对于中东国家而言，真正的威胁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伊朗，而是事实上也拥核的小以。所以核威慑是卖盟安全体系里面最顶级的兜底保障。那巴基斯坦的存在相当于是给这套新的防务框架安上了一个核安全阀。而在协调美伊冲突的过程中，巴方跟美方的互动那是相当频繁当时伊朗拒绝在和谈里面直接对话，夏巴兹和穆尼尔那都是打着飞的来回传话。现在突然掏出来一个卖家协议，这有点像你跟你同桌上午还在说悄悄话呢，下午人家转学了你都不知道，就这么突兀。回看此前几十年，中东的大事小情哪一样不是美国说的算？美国通过中东的教派矛盾、地缘博弈各种假期行动，一直牢牢控制着这个地区。中东陈浩南正在跟隔壁波斯打得你来我往，结果手下的小弟自己单开了一个新盘口，把美国给踹出去了。现在整个中东都在发生类似的变化，阿联酋、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都在推行更多元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和中国、俄罗斯、欧洲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不再把自己绑死在美国的战车上，甚至连中亚地区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中亚5国坚持中立外交，拒绝在大国冲突中选边站队推动能源出口的多项化，和中东国家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片从地中海到中亚的自主化连片地带。
中东中亚如今的选择，一方面是美军的真身已破，且战略资源被消耗殆尽，腾不出手来立规矩。李在明那边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正在快速的腾挪之中。另一面呢，是因为老中的快速崛起势不可挡，这个地缘的卡位和产业的卡位将是下一个科技周期里面各国逆天改命的关键抉择。现在 SWIFT 的制裁威力在 CIPS 2期系统上线之后大大减弱了。美元如果你要是不让各国用的话，各国也不是毫无选项。这就是打破美元垄断结算地位的威力，让全球经济体的自主选择有了一个新的兜底。而且自大统领上台，对盟友来说，每天不是制裁胜似制裁呀！关税一轮一轮的加，盟友一个接一个的被按头交钱，跟着美国混，3天饿9顿啊！成为美国盟友的这个价值正在大打折扣，而不跟随美国的这个代价，却因为他的分身乏术而显得微乎其微。当然，地区的自主化并不是跟反美就对等起来的。地区国家基于本国的利益进行理性的选择，不与美国脱钩，也不主动选择对抗但也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在大国博弈中保持着完整的独立的决策权。这个其实就已经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了。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全球分工，就是市场，就是合理的竞争。因为陆权的本质是建立在充裕的资源基础上的有效分工，分工越充分，效率越高，越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国家自然就越强大。而海权的本质是建立在以小博大，效率它不在于分工，而在于以最少的成本实现垄断这最大的收益。美国花了50年在中东搭建的3张控制网，石油美元、军事基地、教派离间，就是这个策略的落地的写照。然而霸道的弊端，我们在强秦覆灭的反思里面就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深刻体会。取之尽锱铢，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霸权本身它就是短命的，是自限的。所谓足秦者秦也，今日的单极霸权也是一样，亡美国者美国也。现在的中东也正在从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格局转向多个地区强国共同博弈的多极格局。东方崛起，中东必强的这个印证也在现实的上演。本质上，中东的价值在于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崛起，它这里就可以作为枢纽，而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而当海权制霸全球的时候，中东就只有沦为百战之地和资源血包的宿命。麦加协议不是终点，而是中东中亚自主化进程的新起点。它既代表了更多国家的自主选择，也代表着有利于我们的更公平、更高效的分工的未来。你看懂了吗？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